众朋友，昨天我们为大家提到了，在泰国跟柬埔寨这个看不到终点的战机升空、火箭互轰的战争，居然是为了一座千年神庙，两国为了它可以引发这一场战争。而当然，说到了泰国信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白龙王，还有我们今天谈过的这个四面佛。不过今天晚上，嘉芬要来告诉大家，泰国头号的神奇高僧，居然是这一位龙婆托，居然传出了带上他的佛牌，枪击案打不死，而死亡车祸想必死定了吧？居然带上他的佛牌也会被阎王拒收，都是他的佛牌，都这么法力无边，你以为只是巧合吗？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那是接二连三的神迹，要怎么解释？好，今天清晨啊，好，天都还没亮，泰国的 F-16它升空了。好，这一个空袭呢不得了了，竟然揭开的是呢一连串的暗黑产业链。先来看到啊，这个是今天清晨最新的消息啊，泰国现在呢空袭炮击了柬埔寨的军区战场，现在呢泰国机场紧张了，现在要加强它的戒备了，包括你是柬埔寨要过去的旅客，或是北亚，这当然背后是剑指中国嘛，这一个方面的免签旅客他们都特别要注意，因为他们很怕有没有佣兵进到泰国，还有间谍潜进泰国。那现在怎么办呢？两个国家到底有没有这个交火要停战的意思呢？泰国说，来，你的柬埔寨你是侵略国，你要先自己宣布停火才可以。那柬埔寨怎么回？他跟你已读不回，他根本没有要理你啊，他不回应。好，两个国家到底为什么100年来都这样子争论不休，打个不停呢？原因就出在了这座神庙，这是一座有1000年历史的神庙，叫做普里维西神庙。泰国说呢，这个神庙地理位置接近我们，从地理角度来说，这喜兰泰国。但是柬埔寨说，从文化角度来说，这间神庙是我们的祖先高冕王国所盖的，因此两个国家从不同角度都说这间庙是我们的，因为信仰对泰国来说那是极其重要的。从国家来讲，它有佛教；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提到泰国就会讲到佛牌，会讲到这些古曼童等等，对这个佛教的信仰非常的浓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泰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车神，这个叫做龙婆陀大师。这个龙婆陀大师呢，他非常著名，就是他的法相，你只要佩戴在身上或者放在车上，他就能保你行驶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平安。这个会不会只是迷信啊？对，大家一开始觉得说我一样不，所以很多人去佩戴之后，大数据之下，真的因为佩戴了龙婆托大师的这个佛牌，还真的在意外当中0人死亡。我一样在供哦，你就觉得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喽，这个大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为什么有这些超能力呢？这个龙婆托他当时出生的时候，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呢，旁边围绕了一条巨马，但是他安然无恙，没有把它吃掉。是，这是出生时的第一个奇迹。再来，他身旁留下了一颗彩色的钻石。后来等他长大了之后呢，发生了第2件奇迹，因为当年的泰国国家发生了瘟疫，而这位大师就把那颗当年的彩色宝石放进一个水缸里面，然后叫全泰国人民能够来的都来喝这缸水。结果瘟疫消失了，百姓也都健康痊愈。那你刚刚从这个佛牌讲进来说他是车神，挂上他，任何一看你死定了，你没命的死亡车祸，居然挂上了这个佛牌，连阎王都拒收，你可以顺利退场，幸免于难。那是真的吗？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佛牌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这个大师呢叫做阿赞欧。这个阿赞欧他当年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车祸甚至飞机的奇迹事件呢？这个阿赞欧大师其实他当年一开始没有出家，他呢在跟朋友、跟家人、亲戚呢，一车5个人一起出去玩，结果阿赞欧这个大师师傅就开车了，但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车祸，车上的4个他最好的亲戚朋友全部都死亡了。后来泰国的警方呢就认定这个阿赞欧大师要负全责，把他判了5年的牢，他吃那5年牢饭。活着的人活受罪了。是，结果他出狱之后呢，他整个心灰意冷，因为最好的家人、亲戚、朋友都死了，怎么办？他开始出家，潜心修他的法门。我要确保将来后我庇佑的这些泰国民众都能够免于车祸之死。于是他就开始去做所谓的佛牌，但是当年一做佛牌，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他做的佛牌，怎么办呢？他改了，他换一个方式，他把泰国军队打下来的这个子弹的弹壳，拿这个弹壳来做所谓的子弹符管，用子弹去做所谓的护身符，做出来之后呢？很晦气，没人敢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会杀人的子弹呢，你要我挂在我的胸膛，然后保佑我的安全，摸挖毛你住个细，很晦气嘛。再来，大家听到阿赞哦，那他不就是那个载了亲戚朋友，然后出车祸，车上的人全部都死的那个大师吗？所以没人敢戴。但是他依旧潜心专门修这个法门，越做越多。接下来，真的有泰国民众想说啊，不然戴戴看好，戴看是，就放在车上也可以。结果还真的有一个泰国民众把他的子弹符管放在车上，发生车祸，他告诉大家。真的全身安然无恙，哇！阿赞欧一下声名大噪了，这个子弹符管呢也跟着一炮而红。接下来很多人买了新车要开光去找他，还有泰国中部一间航空公司买了客机到了机场，请阿赞欧来机场帮飞机开光啊！走路的、开车的、飞机在飞的。都来这边求佛牌啊！我的天！所以你就知道，他不只是车神，阿赞欧还变成了飞机之神。接下来你说，台湾的观众朋友跟这个佛牌有连接性吗？有吗？台湾有一个观众朋友哈，他呢也是佩戴了这个所谓的龙坡托的佛牌，因为他有泰国的朋友介绍他，他也戴了之后，他说有一次啊，精神恍惚当中呢，不小心开车，结果跌到了快车道的这个中央里面去。哎呦，会被碾过去，很可怕，你知道吗？结果那个四面的车流啊。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嘣的一声，他全身竟然只有轻微的擦伤。他说他身上当天刚好就佩戴着这个龙坡托的佛牌。那你说这是一件事情吗？会不会是巧合？刚好呢，在9天之后，他一位在泰国的朋友也发生了车祸，就同一位，就刚刚这幸免于难的这个人、对，他的朋友9天后也发生了这个车祸意外，结果也因为这个同样的佛牌，然后让他呢躲过了这样的一个车关。那这下来大家就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让他们都能够躲过这样的一个灾难呢？而且对你这样讲着，我想到的是，通常我们去求佛，去心里要求的是什么？很多人无非就是升官、对发财，但他不是保你升官发财，他保你不死啊。好，你说交通会发生意外，我们知道要求个平安嘛，放个佛牌能够保平安。但你知道吗？在泰国，因为泰缅或者是泰柬这些国家，他们很常发生纠纷，所以当地民众会很常要去打仗，或是面临这种冲突。现在呢，连打仗他们都要带佛牌。修蛋姐的子弹不长眼的，怎么可能？你带佛牌怎么了？去挡子弹吗？红衫军的一位领袖啊，好，当天他也佩戴了这个龙坡托的佛牌，结果你知道吗？他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他碰到了敌军派来的杀手，对着他的身上总共开了100多枪。棒！你应该千疮百孔。没错，当时这个枪手跟我们想的一样，他绝对必死无疑，所以枪手就离开了。当下呢，这个佩戴佛牌的人也觉得自己死定了。但是他看看全身。只有几个红点，身上只有玻璃的擦伤。你是的隐形防护子弹哦，你有金钟罩哦。最后你知道他怎么活下来吗？他还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靠着这样的一个佛牌，让他奇迹般的躲过了一死。哇，真的是不可思议。而回到在轰隆隆的战场第一线，你知道这一场的泰检互轰，他们轰向哪里？发生的战火区域，后来当地媒体一套点一比对。嘟好，都涵盖了那一些我念给大家听，长期被外界质疑难以查证的封闭园区。这些园区画面当中你看到了，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中资投资、开发、合作。你说怎么了吗？不，追进去会让你头皮发麻。因为最近泰国就觉得很奇怪啊，在柬埔寨怎么会有这么多射程很远，然后呢威胁力、杀伤力非常大的这个武器呢？他们发现，在柬埔寨当中有大量的中制武器，其中就包含了这个多管火箭，就是 PHL 的03火箭，你知道吗？爆炸威力有多大呢？8座足球场的威力，它的杀伤力极大，背后是中资的。是。再来还有这个第5代的防坦克飞弹啊，这个防坦克飞弹。
今年年初才刚刚亮相而已，怎么就出现在柬埔寨攻击我们泰国的这个武器当中，也是中国制的。再来，你说有武器，这些都还不够稀奇，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了泰国无人机一升空，发现说，天哪，还有中国的志愿队也在柬埔寨这边帮忙操作他们所提供的中资火箭、中资飞弹。天哪，所以背后难道是中国在帮柬埔寨攻打泰国吗？这个都还是你眼睛看不到的。中国跟柬埔寨那个牵连之深，深到你不忍卒睹，看不到的地方才更可怕。好，听到这边，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要去帮柬埔寨打泰国呢？其实他不是要帮柬埔寨去攻打泰国，他是要保护自己的秘密产业链。为什么？因为这场轰炸一不小心，哇，炸出了一个器官产业的内幕啊！你知道吗？现在泰国的军队锁定什么？好啊，你背后既然你柬埔寨跟中国现在合成一气嘛，好，那我就锁定你东南亚最大的赌场，我来炸你的赌场，再来我去炸你的电信诈骗园区，这一炸不得了了！你看那个诈骗园区都起火了嘛？其实他要烧的不是他诈骗的这些人，也不是诈骗的这些钱，那他攻击的对象是谁？因为他在背后还有更可怕的器官产业链。因为泰国人发现说呢，原来这个不管是赌场也好，诈骗园区也好，中国的资金竟然在里面接近比例高达了50%啊！甚至在里头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柬埔寨有一个叫做生命科学园区的地方，里头有一整排合作的清单，清单里面全部都是中国医疗机构，还有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研究机构、中国生物中心，全部都中国啊！听你这么讲完，技术中国的，资金中国的，而要摘除的脏器或那些当事人跟对象，柬埔寨这边提供啊。泰国去打柬埔寨，现在中国担心的是什么？我的那一些器官移植的东西，我的那些医疗机构跟我的生物中心会不会被破坏啊？我新鲜的脏器供应链不就被你断绝了吗？好，听到这边，你以为只有器官吗？没有，再来看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生命科学园区里头还有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更可怕了，名字叫做新生儿干细胞储存的机构。而且导播，你来看看这一张图，这个照片它居然是中文呢，柬埔寨生命科学院，如果这个是坐落在柬埔寨，何须写中文呢？哎，对，这个疑问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切。再来，你用新生儿干细胞储存，你要做什么呢？好，如今这个机构被爆料了，其实原来啊，那个所谓的诈骗电信园区啊，里面呢有4000多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迪亚，就是被拐呀、骗啊，进到这个诈骗园区里面去。但里面有男有女啊，没想到里面还有婴儿，婴儿进来这里太残忍。在这个诈骗园区里面呢，有一些迪亚，我们讲的这些去做诈骗行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诈骗人员，好，他们就讲了，好，这个女性的这种迪亚，然后用试管的方式让她怀孕，生下来的婴儿就会送到新生儿干细胞储存机构里面去。好，要做什么呢？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富商有钱人去这个机构消费，他们要买的目的是把婴儿抽取骨髓液做成长生不老药。好，可怕的事情来喽，在这个机构里面的婴儿通常都站不起来，软弱无力，而且活不过6岁。所以你讲起来是不是这些无辜的 baby 来到世间，只不过是你们那些有钱富豪想要长生不老的工具，或者是骨髓提供的来源而已啊？是，好了，这个机构呢就在柬埔寨，然后你又想说，那既然是在柬埔寨，应该大范围呀，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啦，内部的机构或行政部门，应该都是柬埔寨才对吧？结果一查发现，天哪，这个生命科学园区里面网站啪一打开，里头有证书来自湖南的中共科技部，里头有所谓的单位来自湖南的财政部，哎，怎么都是湖南，而且都是官方的哦，官方部门哦，所以就强烈怀疑这背后绝对是有中共在支撑。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